要远离尘嚣，但又怕到台南市中心人挤人，厌倦北部的湿冷的天气，那何不来个台南石鼓的轻旅行吧？选择了6月刚开幕的杰斯旅为我这一次旅行的饭店。办了入住手续后，就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奇美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阿波罗喷泉大理石群雕，这可是有受法国凡尔赛授权的哦。接着的是奥林帕斯桥，两边是希腊的12主神，也有很多学生在做素描。穿过了缪斯广场，希腊神殿式的主体博物馆，唤醒我内心沉浸已久的西洋美术质感。渐层式的山茶花园顶，感觉又梦回意大利了。今天的特展是来自英国维多利亚与亚伯特的博物馆推荐的英国首屈一指的时尚摄影师 Tim Walker。今天的重头戏依然还是奇美博物馆的常设展。1楼大厅的雕塑大道是我最爱的一个区域。想想之前去了罗浮宫，花了大半时间也在雕塑的大厅。喜欢雕塑，因为可以从各种角度来欣赏一个艺术的美，或沉静，或甜美，或痛苦，或抽象。独立于古希腊罗马之外的最伟大的雕塑家，也为他设定了罗丹厅，也是在米开朗基罗之后，我最爱的雕塑家，法国雕塑家罗丹。当然也不要忘了馆内的户外西式宫廷的庭园造景，让许久没出国的你我感受满满的欧洲风情。再往2楼，依然有各种不同的馆藏的雕塑。当然还是要谢谢许文龙先生，让艺术离我们这么近。2楼透光的玻璃天花板，让我想起了奥赛美术馆。艺术厅里面，你也看到各个世纪从神到传统和沙龙厅的油画的变化。在12天神中，我选择了信使爱马仕，希望大家有收到我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受到西洋艺术的洗礼后，那接下来要住的饭店就一定要有美感了。由叶世忠建筑师事务所所承包的台南杰斯旅，复古的皮革，传统技艺的展现，花花玻璃、窗花瓷砖、红砖墙、木白叶婆娑洒落的阳光，宜雅的天光，绿意的环境。全台唯一一个杰斯旅的25公尺游泳池，融入糖厂的暖色调，工业风的糖厂模具，糅合出在地台南石鼓的复古美。台湾最为人诟病的是铁皮屋，但是大家不知道，传统工艺留下来的台湾的窗花工艺，才是我们收集老屋的样貌。以前的窗花代表着这户人家，所以解构窗花也就解构了一个家。阿姨，先进，哇，然后这里还可以挂，也是水龙头的那种开关。啊，看，就算这里也会觉得哦，好美。车长小姐来了。好，我们再看看，是双人的一个琉璃台，然后也很美，绿色的，超美，超有质感。
超美。然后接下来是浴室，一般人工头，环保，然后半自动免治马桶，然后哇，超多毛巾，然后接是一个，Panasonic 不错，然后杯。迷你吧，奇美自己本身的，然后有咖啡、乌龙茶和没有东西的冰箱，然后垃圾桶，然后贵妃椅，很大的电视，大。这里美，这里美。然后以鼓的造型，圆圆的4个。然后这也是非常复古的一个椅子，然后传统的花纹，鼓造型的桌子。就像这里也是很美，就是铁笼的一个柜子。东西，然后复古造型的一个灯，然后看上去正在施工中的一个田。当然，台南碣石里还有提供会议室，这会议室也是充满着满满的工业复古风。对了，台南碣石里还有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房型，搭配国外行之有年的 Postel 轻奢华青年旅社，所以如果是一行4个人的好朋友、好同学，也可以来试试这个房型哦。如果你觉得房间内的落地窗还不能把整个石鼓尽收眼底的话，那这里的大阳台就可以让你把台南石鼓风景吃到饱。除了有数位电视之外，还有非常舒服的床。欣赏完所有的艺术，就该好好来享受碣石里的设备了吧！赶快来欣赏力与美的艺术。台南碣石里并不在台南的市中心，遇到疫情，毅然决然在今年的6月如期开幕，那就要谢谢李静文女士。她坚信一个理念：台南碣石里不是旅客来台南找一间饭店住而已，而是因为台南碣石里而来住台南的碣石旅。改变一篮子的竞争，凸显了石鼓台南碣石里的位置弱势，把美提升，引入台湾的暖阳。石鼓的绿地就像来到国外的度假村，好拍，形成网美争相必拜的网美景点。曾经担任过人资的李静文，也把台南碣石里作为企业员工训练的一个基地。再加上台南三井Outlet未来将要落成，相信台南碣石里将会成为城市文旅的传奇。不和城市的饭店做竞争，做当地唯一高品质要求的旅馆，反而成为当地饭店的品质唯一标杆。怎么和我的想法这么雷同？对了，这里的游泳池是常温游泳池，搭配旁边大量的绿色植物、凉亭、躺椅，满满的休闲度假风格。我相信是大人小孩都会非常开心的一趟住宿经验。2楼的古艺廊是石鼓碣石里特别为旅人打造的休息空间，这里可以饮食、休息、使用网络，而且是24小时开放的哟。或西式，或和式，或中式，或南洋式，都可以坐下来欣赏台南石鼓
的夕阳。由2楼往下看，可以看到泳池，还有如方塘的凉亭。对了，到现在还没有介绍说，其实爵士梨的外形就有如方塘的结构，一颗一颗都是方塘的造型。你喜欢怎样的台南街市旅呢？奢华的、优雅的、复古的、调皮的、传统的、狂野奔放的，皆在台南街市旅。夜晚降临的时候，可以来不一样的散策。马克医师非常推荐夜游台南石鼓糖厂。星光票很便宜，少了白天拥挤的人潮，我觉得才能真正感受到真正的文化气息和真正的远离人群。日治时期建造的糖厂，躲过了盟军的空袭，很幸运的保留着完整的糖厂，加以修复，注入一点创意，让老废的厂房注入了新生命。当然，这就要感谢同样是台南街市里的设计师叶世忠先生。2005年的时候，把占地7公顷的糖厂融入石鼓独创的台湾特色的鼓乐，化身为亚洲第一个鼓乐主题的国际艺术村。像是哈利波特场景，其实代表着设计师团队的大胆飞跃的心思。保留原有的机具的铁制品，以钢架强化主体。在空间设计上，无论是商品区、餐厅、剧场、公厕，都是以钢铁为结构和玻璃的穿透性来呼应原始的风格。怕高的我，到这里就是我的极限了。登越高，就可以饱览越美丽的风景。晚上的糖厂是不是更加浪漫了？五行圣树构成的天空步道，在晚上和白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夜晚的黑暗，才会让有历史感的糖厂逛起来，显得更有历史的氛围。晚上还有很多高空弹跳啊、空中荡秋千啊，都是惧高症的我不敢碰触的东西。我比较适合脚踏实地，看看历史和艺术带给我的感动，我就满足了。穿过柔软的沙滩，进入了好像一个未来世界的太空舱的咖啡厅。恣意的幻想着可能会在这里遇上星爵吧。人就是要多幻想，世界才有更多的可能。说不定在这里你就遇见了那个他。
当然，来到石鼓就要有石鼓的纪念品，灯光点缀的糖厂，加上传统的天灯，手写着祝福和自己的希望。谢谢糖厂给我不一样的台南。这次台南给我满满的感动，回想起一个女英语老师变身为南台湾的副总，成功的让台南石鼓结石里华丽的转身。对了，台南结石旅的冰箱之所以是空的，因为要响应环保。晚安。哦嗨哟！疫情的关系，所以早餐是要到会议室拿回房间享用。白天的时候，你看到地上的窗花，更是美得不得了。你就知道魔鬼藏在细节中。拥有阳台的饭店不多，如果有阳台的饭店，我觉得可以加个10分了吧。我非常享受这次的台南不一样的散策，你呢？跟着医师去旅行，下次见，拜拜。